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晚上睡不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袋里面不是在放着小电影，就是在担心昨天，想着今天，担忧明天的。这么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下降。咚咚咚咚咚咚，各种各样的小麻烦来敲你的门，而且时间长了以后，你的大脑当中的记忆力也会下降，整天浑浑噩噩的。今天呢，我要教你一个道家的方法，这个方法源自于我师傅从师门当中传下来。我师傅今年92岁，92岁可以说这一辈子只要躺在床上都能睡着。为什么？因为道家有一个睡功特别的棒，其实呢也被称作为叫静功。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它是一套方法，大家必须要把它从第一个步骤和第二个步骤联合在一起。你单独用一个步骤恐怕就不行。那么静功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就是让你整个人静下来。我们说人为什么会睡不着，其实就是一点。你看睡觉的时候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清醒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的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你的睡眠阶段。那么大多数人是在哪个阶段出问题？翻来覆去想小电影的时候看星星数月亮都是中间这个地方，我们叫做过渡阶段。只要你的过渡阶段出了问题，那么接下来你的睡眠阶段就不会很完整，不会很好。那么过渡阶段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因为一个字叫做躁。躁呢，就是因为你整个人静不下来，只要一躁，你会发现你的里面整个这个什么的分泌，它是一个混乱的节奏，它不稳定。所以呢，这些东西都会导致你晚上7、8个小时不好。那么我师傅是怎么做的呢？很简单，2个步骤我们把它收藏好，把这个视频收藏好，同时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给我的师傅点点赞。那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叫做子午诀。其实讲子午诀，大家感觉很陌生，但是我讲卧固每个人都知道了卧固就这么卧嘛，对不对？其实错了道家叫做子午诀，用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点住我们的无名指根部，手包住，你看和卧固看起来外观一样，但是内有乾坤另一个手也把它包住。我们今天来看视频的朋友们，每个人都会有答案，把你的双手就这样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你看，就这样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把它放好了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我们怎么去做？来，把眼睛闭上，然后我们感受一下呼吸的变化。只要你的手做对了，然后来吸气，吐气。每个人做3个呼吸来吸气，吐气。自己感受一下吸气的深浅第3个呼吸的时候，把手放开，随便是放腿上或者凌空放都可以来吸气，吐气。感受一下你捏着我们子午诀的时候和我们手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的变化。你会发现，当你的手捏住子午诀，气进的怎么样？更深了。气进的深了以后，同时吐出来了以后，变得更加的柔顺，更加的绵长。这是什么？你想一下。当你晚上的时候往这个肚子上面一放，它只要气进的深了，躺在床上就这么放一会儿，你会发现慢慢的气只要深了以后，吐出来绵长，这个地方跳动的速度会怎么样？慢慢的会变慢。当它变慢了以后，我们的肚子会逐渐调整为腹式呼吸，大脑袋当中的一些烦恼、一些杂念，慢慢的就请出去了。这个就是道家的静功。道家的静功呢，其实刚开始你练习的时候是很难达到静的状态，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会有一个辅助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闻香法。闻香法其实呢很简单，就是在古法当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都是通过古人的这种积累、这种沉淀，慢慢试出来的方法。这种闻香法你闻着这个香味，为什么要闻香味呢？因为香味是直接能通过我们的鼻子进入到我们的头脑当中的。你想象一下当你烦躁的时候，你处于一片花海当中的时候，你闻着这个香味会怎么样？是不是整个人心里面特别的安静，感觉心情好了？当你困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特别困，你闻一下风油精，闻一下这个辣椒的刺激的味道，一闻，哎呀，整个人一下子怎么样？惊醒了，提神了。所以古人就把这个香味做了一个总结，叫做闻香而静，闻馨而精，辛辣的辛。所以呢，闻着这个香味，捏着这个子午诀，两者缺一不可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就这么闻着，然后慢慢的你就静下来。
这个方法我分享给很多的人啊，都是百试不爽，用完以后啊就知道有多好。那么很多人说这个香味用什么香味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准备4样物品，分别是檀香、夜交藤、合欢花、薰衣草，就准备这4样，1比1的把它打成粉末，然后装在一个香囊当中，把这个香囊置于你的枕下，置于你的床头柜上，置于一个你房间当中的高处，一个房间3到5个就可以了。如果你自己啊不会做，你可以和我一样选择已经做好的成品，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香包，已经分享给很多的粉丝家人朋友们，用完以后啊都竖大拇指，晚上啊完全不一样，这7、8个小时啊变得更加踏实了。这个香囊呢，其实我自己啊也在用，这个香囊已经用了4个月之久了啊，现在贴着去闻，还能闻到这个淡淡的清香，用的时间啊是比较久的。我把这个香囊啊放在我的孩子的房间，各放了3个，然后呢，我自己的房间，包括我的姥姥的房间，都放上了香囊，因为晚上这7、8个小时真的很重要。这个香囊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枕头下方、你的床头柜，还有你房间当中高的点，比如你的衣柜上面，把它挂上一个。同时呢，我们挂上这个香囊以后，你的房间当中充满了这个香味，你进去一闻到这个味道啊，哎呀，就感觉这个身心啊放松下来了。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香囊还不远之于此啊，因为它里面有夜交藤、合欢花、薰衣草、檀香。就这4种啊名贵的一个中草精华，你把它混合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对于你晚上这7、8个小时的充电速度啊帮助也很大。有的朋友啊可能晚上睡个8个小时，睡个10个小时，第2天起来还是浑浑噩噩的，为什么？充电速度不够。你要知道，我们大多数啊它的一个修复都是在晚上这7、8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包括孩子为什么要放？他长身体啊，都是在这7、8个小时当中。所以呢，有的朋友，你看他睡上一个6个小时、7个小时，一天都精神；有的人他睡上8个小时、10个小时，一天还浑浑噩噩，就是充电速度。我们用这个香囊以后，你会发现明显的充电速度不一样。你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每天都用啊，自己用的，自己当然知道。原来我没用之前，以前睡眠8个小时、9个小时都是常态，有的时候啊下午还会打个小盹。用了香囊以后，一般每天睡眠都在7个小时，有的时候少的时候6个半小时，都会感觉这一天精精神神的啊。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方法，加上我师傅啊分享的这个静功，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去用，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自己试一试就知道有多好。你要知道，晚上这7、8个小时，如果你感觉是一种负担，那就有错了，一定是方法出了问题。只要咱们的方法你用对了，这7、8个小时对于你来说就是一种享受。眼睛一闭一睁眼，哎，天气亮了，这个就是一种享受。方法分享到这里了，我也把香囊放在了我的视频下方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获取。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筋长1寸，寿长10年。这句古话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很少有人知道，叫做人老筋缩，筋缩人弱。这么一想的话，哎，似乎是有这么一些道理。因为毕竟我们老了以后，整个人会怎么样？会缩下来。那么怎么样把我们的筋往外拉一拉呢？其实道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啊，也是绝活动作，叫做拿手。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你甩手去甩这么10下，不如你去拿手去拿这么1次。这拿手拿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拿的就是你的筋，把你的筋给撑开来。同时拿的是什么？我们的6条主线，主线是什么？就是经络啊。所以这个拿手，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把手机放在一旁，跟着我做一遍。做完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拿手有多棒了。好，咱们话也不多说，做完以后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记得打开视频跟着我一起去做。我们现在开始讲解动作。拿手这个动作主要是在于拿筋，这个筋怎么拿得住呢？首先第一步，我们做动作的时候，5指啊要把它这样张开来，把它尽力张到你的最大。其次的话呢，这个手啊，你看要折起来。不能这样搭着，要折起来。好，这2点做到以后，再看第3点，我们的手肘全程是绷直的，不要弯曲，全程绷直。好，接下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用到最多的一个词语叫做什么？叫做腕口，是这。手腕的口，它指的方向就是我们手行动的方向。给大家先做一个演示啊，我们首先起始姿势，看腕口朝后，手这么拿住折起来，然后把手腕旋转
腕口朝向正前方。当你腕口朝向正前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手臂绷得紧紧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慢慢的把手臂往前推起，就这样慢慢的推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所有朋友看好，推起以后手旋转，把你的腕口转向外侧。慢慢的旋转，转到外侧。好，当你转到外侧以后，所有的朋友把头往上看一些，然后就想象你再把一个窗户给打开来，打开窗户。就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呀，这个手啊开始伸不直了，手肘伸不直了，没有关系，这是正常的。为什么？这就是拉的筋，拿住你的筋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手往后保持1到2秒钟，把我们的手转。你看，腕口朝上，腕口朝上，向上推起，就这么保持住。在举到头顶的时候，手腕不一定要碰到一起。举上去以后，我们把手向上撑。你看，看我的这个细节，往上撑，看到没有？注意是肩胛骨往上撑，撑上去，仿佛拖着一个大石头。手张开，把腕口朝外，身体依然是向上撑着的。这个时候你的筋就拉紧了仿佛托着天。好，开始散功，慢慢的手朝下，腕口朝内，腕口朝下，这就是一次拉手。你看这一次拉手咱们练了多久？练了有1分半钟左右吧。这么一个拉手还顶不过你10次甩手吗？经常甩手的朋友们，咱们把这个动作练起来，你会发现每天做上一个3下到5下，做完以后，很多朋友额头后背出汗，身上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上活动起来特别的轻松，手这么甩一甩，这么抖一抖，发现有力气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把你的筋撑开来了。咱们所有的朋友们记住一句话，叫做人老筋缩，筋缩人弱。拉手这个动作是一个很好的撑开我们上半身的这个筋的一个动作，所以咱们家人朋友们经常就把它练起来。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个拉手的动作，每天你记得打开视频跟着练，细节一定要拉满掌握好，不然的话你做起来很可能找不到这种感觉。当你记到这个动作以后，咱们再把这个就可以脱开这个视频以后再进行练习了。好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我的记得关注我一波。你记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是掏心窝子的，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都是干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经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人老背先老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因为我们去看这些老人，人一旦老了以后他的身体形态他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是挺拔的，那年纪一大了以后他自然这个背就这个肌肉没有办法支撑，然后整个人就往前去形成一个驼背的状态。而且你会发现，行动力越差的老人，他背驼的就越厉害。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人老背先老。而且呢，还有一句老古话叫做养背就是养命也就是说你的背越好你自然你的精气神就不会去差。那这句话是依据是什么呢？其实我来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这种正骨。那很多人他去开一个胸开一个背，那骨头在后面咔啦咔啦咔啦一响，然后整个人一下子就感觉一下那口气就通上来了经络就打通了，一瞬间。这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背后是咱们的脊柱那有些人呢喜欢叫它龙骨。脊柱上面穿插了很多的神经，这些神经都会影响着咱们的内脏咱们的行动所以说整个躯干咱们的背部这一块，它这个如果一衰老以后它势必就会影响到咱们的整个脊柱的状态。那脊柱状态一受影响了，你说你的身体还能健康吗？所以今天教大家这个动作呢，就是去保护你的背。也就是说，你的背好了，你的身体、你的免疫力、你的寿命、你的综合都会变好。那这个动作怎么做呢？来跟我一起来试试看。那首先我们把双手举起来举起来的时候从侧面来看这个头对吧？千万不要往前坑头微往后，手举起来然后呢，这个看起来的时候你的这个手臂肩颈尽可能去保持，从后面看是一条直线。好，然后我们把手举起来了以后大家看我这个时候呢，我的脊柱是被拉长的。那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做什么呢？非常简单，就跟我一样坐着做我们把这个腰背部要像一个铁板一样的保持住，
往前去倾，你看，来上起，再往下，往下起啊，就这样啊。这个我是做演示，我们做的时候是双手啊，大家看一下演示啊。举起来以后，来往下，形成一个45度的角，保持住啊。这个时候保持1.5秒到2秒左右啊，慢慢再上来，好，再往下，好，再上。你别看这个动作做的轻松啊，你做一做，你看一看，你会感觉你整个背后的这一条肌肉啊，咱们叫做竖脊肌啊，也是位于咱们膀胱经所在的位置啊。这一条肌肉你会发现胀得特别厉害。如果你肩颈不好的人，你比如说你手抬不起来，你只能做成这样，一样有效果，一样有效果。我们只需要做到尽可能的把手举高啊，尽可能的把手去举高就可以了。如果说实在是受限，我们就这样做，一样有效果。而且你经常这样去做，慢慢手就抬上来了，手慢慢就好了。但是这个时间呢，有可能是10天，有可能是20天啊，具体还要根据症状来。好，我们来再演示一下啊。双手抬高，好，往下45度，你越往下，它背部的发力越强，再往上，好，整个过程当中啊，你的小腹、肚子一定要收紧，千万不要摊着，这个是细节，不要腰弯着啊，这样去做，那就没效果了。那这个受力点全在腰，反而对身体不好啊。我们腰一定要挺直、挺拔，就像那个站军姿一样啊。这个我反复强调的都是非常有用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往下。上，走2，好，动作要匀速。比如我下去的速度很慢，我上来的速度也得很慢，我千万不能下去的速度快，上来也快，那这个呢效果也不好啊。记住了，匀速上，匀速下。大家呢可以看着我的视频，一边看一边做，根据我的速度一起走啊，走，下，上，好，下。上，好，我们这个动作啊，每天你去练一个8到10下是一组，我们每天练个3到5组，它对于我们颈椎肌肉的一个强化，腰背肌肉的强化，对于我们脊柱上面的一个神经都能带来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动作啊，它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养生、健身、锻炼，都能带来很好的效果。那么今天的视频呢，这个动作就教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啊都能跟我一起练起来，把身体啊练得健健康康的。我是大伟，大家这个关注我的视频啊，希望大家能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去需要它，去一起去使用它，把这个动作传递下去。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